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70岁的男人还需要找女人吗？男人到了70岁，还有一个老伴来陪伴他，应该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事情。那么70岁以后的男人还需要找女人吗？3个70岁以上的男人看法是完全一致。那么我们来看看。王先生70岁，我觉得需要女人。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过去我是单位的小领导，回家以后我就放下一切，帮助做家务、煮饭等等。因为妻子的工作比我还忙，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煮的菜要比妻子煮得好，所以他也喜欢我做这些事。他有空的时间也会帮我，有的时候收拾一下家务，洗一洗衣服。我们分工合作，谁也不偷懒，一边做家务一边说话，度过我们几十年愉快的时光。白天在一起，晚上同床共眠，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谁也想不到，在他65岁的时候，我的妻子得了乳腺癌，她去世了。从此家里再也没有欢声笑语，我陷入了孤独绝望中，身体一天就比一天差了，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更要命的是，我的身体也不好了。我也想找儿子来照顾我，可是他在千里之外，也无能为力。我觉得特别的想找一个老伴，太难了。后来我找了一个保姆照顾我，他50多岁，感觉他想追求我，后来我把他辞退了。我感到他的目的不纯，既然如此，我还是想找一个老伴，就是太难了。于先生71岁，找一个老伴绝对必要。我觉得男人一生都离不开女人，小的时候妈妈照顾，结婚成家妻子照顾，因为男人要工作要赚钱，家里的顶梁柱，女人只需要找个好男人，做好家务，照顾好男人，她就可以安心工作赚钱了。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一生结过2次婚，前一个妻子和我生活了20年，一心相夫教子，孝敬公公婆婆，是一个好女人。可惜好人不长命，在50多岁的那年，因为意外离开了我。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如今我们生活也有4、5年了。我对这个老伴也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没有以前的老伴照顾得这么细心，但是他比较勤快，喜欢干净，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有空就陪着我。我也学会了做家务、煮饭这些事，我们相互陪伴，摆脱了寂寞和孤独。说老实话，没有女人陪伴，我一天也活不下去。郑先生73岁，男人离不开女人。我的老伴是2年前去世的，我们陪伴了40多年，他的身体一向很好，谁知道却比我先离开了。我和他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可是谁也离不开谁，感情也是很好的。每次吵架的时候，他都说要离婚，过后又忘了。我们吵架的快，和好的也快，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一辈子，早就习惯了。有一天，突然没人和我吵架了，也没有人和我说话了，我感到特别的不习惯。一个人真的太孤单了。我有一个儿子，每年我都过去他那里住一段的时间，但是终归是别人家，不是自己家，住不长久的。我还是觉得自己家里自在，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虽然我已经73岁，我的身体也很好，我还是想找一个老伴。我的条件很低的，就是身体好，不要求他有收入，年龄比我小就没有问题，可是很难有合适的。后来我一个人实在太难过了，就找了一个保姆来照顾我，1个月给他7000块，就是收拾家务、煮日3餐、买菜，陪伴我说话。我再也不孤单了。
有人陪伴，虽然是保姆也是不错的。我是觉得没有老伴好，可是找老伴太难了。我这个年纪也许有些大，没有女人愿意和我结婚。有保姆照顾也是不错的，也没有这么孤单了。毕竟和老伴不一样。如果可以，我还是想找老伴的。毕竟男人离不开女人。70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还是想找老伴的。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均寿命也提高了。有些老人70岁了，身体还好，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实在是太孤单了，想找一个作伴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老人不要太悲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70岁的老人身体依然很好，想找一个老伴也是非常正常的。希望老人心想事成。人生70古来稀，过了这种时间段，男女身体渐渐的衰老，大多更关注的不再是事业爱情什么的，而是健康安宁安全的度过自己接下来的余生。在这种年龄阶段，人们更看重的是家庭家人，而并非家庭之外的人与事了。那么男人过了70岁还会出轨吗？李先生，我今年70岁了，但我自我感觉还是挺年轻的，身体健康方面也是如此，心也一直在蠢蠢欲动，对身边对我好的疑心都有好感。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一个花心的男人，年轻的时候我便经常的和外面的女人在一起。对于我出轨的事情，妻子一直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她并不介意，只要我不把那些女人带到她面前，惹她碍眼就可以了。她之所以不在意，并不是因为太过爱我才这么的大度，而是我给她带来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可以让她无忧无虑的生活。平时我俩都不见面，她在外面和姐妹们游山玩水，而我则与别的女人约会。尽管我俩都70岁了，但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并不适合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彼此互不干扰才是最舒服的。可能有的人不这么觉得，他们认为年纪大了之后就应该将一颗心安定下来。但是尽情寻找快乐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我现在就特别快乐。另外，妻子想必也不想和我在一起，毕竟我俩相处的时候一句共同的话题都没有。与其尴尬的坐着，不如自己去找点事情做。许先生，我今年73岁了，你如果问我对婚外的女人还有没有想法，我的回答跟上面的那位兄弟一样，男人哪有不好色的，有机会的话都一样。我从前挺风流的，后来因为老婆发现之后吵得要离婚，因为害怕她走了之后没有人再在我身边帮我处理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更害怕财产方面有巨大的损失，奈何只能收心消停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从那时起就名存实亡了。这么多年，其实顶多算是待在同一屋檐下搭伙过日子而已。这种感情和这种生活质量，我相当的不满意。在家也待不住，平时没事就会往外跑。在外面遇到自己感觉有眼缘、有感觉也看得上我的异性，还是会滋生强烈的好感。这种时候我依旧还会出轨，但也就只能是想想而已。毕竟岁数大了，身体不允许出轨，也就是精神出轨而已。如果被我老伴发现了，估计会扔下我跑去孩子那里住，那我的余生就难过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知道轻重缓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所以会懂得压制自己的想法，不会再轻举妄动。男人假如自己的三观不正，本性就花心风流，那不管岁数多大，这种爱好可能都会一直的持续与保留，不会轻易消失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但一般来讲，70岁之后的男人，如果不是与从前的情人一直保持联系的话，恐怕到了这种岁数，多少有点知道收敛克制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贼心没贼胆，因为生理方面需要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强烈了，对于婚外情的渴望也会大打折扣，不会因为欲望而忘乎所以，也就会懂得想一想，这种时间段还做这种事情，自己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回馈是否会成正比。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